蜘蛛烤串、红唇水果是这里最顶级的野味。纯天然的露天民宿，堪比5星级酒店，不仅可以欣赏森林的美景，还随时可能邂逅性感撩人的美洲豹。这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——哥斯达黎加丛林。由于常年雨水不断，丛林视线极差，50米开外，就算一丝不挂，也没有任何人会发现。而且河流湍急，稍不留神还能免费和鳄鱼一起泡个澡。秉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精神，求生专家马特和乔毅然进入丛林，开始了他们的生存挑战。旅程刚开始，找到了节目组准备的物资包，里面有一把开山刀、一双人字拖以及一个化妆包，包里装了1支口红、1包日夜用品和可以用来生火的美棒。管他3721，先通通打包带走再说。为了保持方向，乔在树上留下了新鲜的痕迹，以免走错方向导致迷路。接着马特又看到了一根从树上垂下来的藤蔓，他想要爬上树顶勘察附近的情况，但雨水让藤蔓变得光滑无比，即使马特像只窜天猴一样灵活，最后也是无计可施。俩人只能继续出发，希望能找到一条河流指引他们离开丛林。一路披荆斩棘，马特看到了一只蓝色的蝴蝶，这深深地吸引住了他，立马像着魔了一般跟着后面就追了过去。一脸懵逼的乔也只能跟上，直到跑出几十米远才停了下来。马特解释道，这种蝴蝶喜欢待在靠近水源的开阔地，跟着它就能找到河流。乔听完根本不相信这种鬼话，可是眼看蝴蝶又飞走了，马特依然是不管不顾的又追了过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最终还是跟丢了蝴蝶，但是却找到了一块开阔地。经过了一天的长途跋涉，现在天色又暗了下来，俩人当即决定在此过夜。为了有个安身之所，马特和乔迅速动工，开始搭建他们的一次性别墅。没用一会，乔就采购到了许多棕榈叶和藤蔓，然后由马特亲自操刀，先把藤蔓固定在2棵树上，接着摊开藤蔓，把棕榈叶一片一片的铺在藤蔓表面。很快2张空中大吊床制作完毕，但要想拥有顶级别墅的体验，就还差最关键一步生火。于是乔手提开山刀，一路寻找生火材料。凭借多年的兵营生活，早已练就了如同警犬一般灵敏的嗅觉，没走几步便闻到一股油楠树的味道。此树又被称为煤油树，15%的油脂含量让它成为易燃植物界的天花板，即使是在阴雨不断的丛林中，油楠树也能被轻松点燃。乔二话不说，用刀刮下一些油楠树皮当做引火物，顺便又捡了一堆树枝，兴高采烈地带回营地。趁着乔做着生火准备，马特打算再去找点木材，把油楠树枝削成木屑作为基础佐料，取出卫生棉里的棉花放在棕榈叶上，用口红美化一下，以达到最佳燃烧作用。接着小心翼翼地摊开棉花，加上油楠树皮后，再来点现磨眉粉调味，最后开始摩擦美棒。只见刀口火花四起，经过乔不断的努力，棉花终于被点燃。乔立马开始添油加醋，各种易燃植物往上招呼。不一会儿，这熊熊燃烧的火焰都够俩人来个篝火晚会了。高兴归高兴，正事不能忘。马特把潮湿的楠树枝捆在一起，放在火堆上方烘干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乔则是马不停蹄地开始寻找美食，得先填饱肚子才有力气继续战斗。在众多野味中，他对狼蛛称得上情有独钟。刚走没几步，就发现了狼蛛的小区。乔果断左手拿棍，右手拿刀，准备来个3分熟吸冷狼蛛。毕竟狼蛛身上有很多硬毛，必须得小心生擒。要是不小心被炸到一下，虽毒不致死，但至少也会疼上个3天3夜。在经历高温处理后，一道香喷喷的炭烤狼蛛闪亮登场。确实，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约的烹饪方式。乔迫不及待地扯下一根猪腿肉，一口下去好吃到差点当场去世。两人只恨时间不够，不然一定得多抓几只来个狼蛛全家桶再说。美食享受了，露天别墅也体验够了，天刚蒙蒙亮，哥俩准备开启新的征程。突然上空传来救援直升机的轰鸣声，这里不得不夸一下马特，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狩猎者。昨天烘干的油楠树枝，此时果然派上了用场。只可惜森林视线过于模糊，任凭俩人多么努力地挥舞着火把，还是没能让救援直升机发现他们。不过哥俩并没有因此泄气，反而非常乐观，因为只要跟着直升机的方向走，就一定能找到出路。连续走了几个小时后，马特和乔已经累得不成人形，不过附近传来的水流声让俩人瞬间精神了许多。有流水就代表他们的方向没错，只要跟着河流前进，就能走出丛林。正当高兴之时，乔一个不小心连滚带爬摔了个狗吃屎，幸好他福大命大，没有撞到山坡上的树枝或石头，不然此次的探险可能就要止步于此了。然而这一摔直接把俩人带到了小溪边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在小溪的不远处发现了新的曙光，湍急的河水以及刺耳的轰鸣声，仿佛在对他们说：出口向右前方行驶，请系好安全带。从河水的颜色和水位分析，这是要发大水的节奏。马特提议扎个木筏渡河，但遭到了乔的强烈反对，因为用树枝扎成的木筏如同纸船，又软又轻，一旦木筏失控，随便撞上一个大鸡蛋就可以直接吃洗了。乔的提议是应该沿着河岸往前走，说不定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
事实证明，乔的想法是对的。俩人走着走着，突然天降大雨，河水中央的树根上有许多栅栏木板、一根断裂的船桨和一艘破烂的小船。比起木筏，这小船可安全多了。马特和乔扶着小船慢慢过河，这动作像极了刚偷完东西的小偷，因为这看似平静的河水蕴藏着巨大的威力，一旦水流加速，别说人了，就算汽车也会被冲得粉身碎骨。历经千辛万苦，小船终于安全上岸。俩人检查船底，不出意外的有条裂缝，如果修补完毕，乘风破浪问题不大。乔故技重施，开始生火修补小船，把带回来的塑料船桨进行融化，用滴下来的塑料汁液修补裂缝。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塑料凝固。闲暇之际，哥俩决定来一顿告别餐，品尝了这种被称为红唇的水果。看俩人这享受的表情，只差来瓶红酒助助兴了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把小船拖入河中，在水流的加持下，前进速度堪比游艇。漂流了好几公里后，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。由于速度太快，直接连人带船翻进了水里，好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。经过一番检查，马特和乔再次出发，前进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在岸边看到了房子。至此，这场水深火热的生存挑战圆满结束。